Plus Token 的所有的铁粉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呢，我是大家的朋友，叫做黄若成，大家都称为我黄老师。那么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在线上一起来分享的，就是 Plus Token 的什么叫钱包，它的安全性以及它的趋势以及前景。因为我相信目前今天在线上的有很多都是刚刚接触这个区块链行业的朋友，甚至对区块链这3个字呢还抱着很多的好奇，然后就走到了这个行业当中来，也希望在这个刚刚兴起的行业当中去攫取自己的一部分的财富，或者说做一个人生的转变。那今天晚上那所有带给你的资讯有可能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启发，也有可能对你没有多大的改变，但是我非常的乐意呢来做一个信息的分享和交流。那今天说到 Plus Token 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谈这个技术的时候，不仅仅只是为了谈技术本身，因为区块链它不是单纯的技术的技术，它是一种颠覆了生产关系的一种技术。我们说到区块链的时候呢，其实它是以区块链作为基础，以数字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并以运营社区作为目的的一种新型的经济和组织关系。它未来的我们在这里面所有的投资呢，不是投资炒币，也不是投融资的币，其实我们在关键都在做一些所有的资源和价值，然后呢并处于运营，把整个区块链的价值运营出来，这是我们所做到的。所以这里面就需要在线上所有的人要非常的提高自己的认知。因为在区块链里面，我们非常清楚知道，你不学习，你赚钱的速度呢永远比不上自身的贬值速度。因为在我们所有的所认知当中，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都在进行一种投资行为。那么在投资的本质当中是什么？因为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它都不一样，每个人对一种投资的机会的认知也出不同的一个维度。由于你处在不同的维度的认知，就意味着你可能的胜率选择不一样，你的结果也就不一样。所以本质来讲呢，其实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因为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变化。那今天在线上所有的新朋友也一样的，为什么会好奇区块链这件事情呢？这很简单，因为有可能它带来的赚钱会比你目前所处在行业当中所可能带来的利益会更大。但是今天无论新朋友也得，老朋友也得，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到，就是你必须相信这件事情对你未来有改变。我个人发现投资很难赚到你不信的那份钱。知道和相信之间呢有很大的距离，而真正的认知就是相信，甚至是一种信仰。对区块链今天来讲也一样，对 Plus Token 来讲也是一样。如果你不相信，那么跟你是无缘的。因为真的今天在这个行业当中，先知先觉的人最先就感到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都会在大部分人都看不见、看不懂、看不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行动了。因此我就称之为今天呢叫做认知的套利。今天我们来谈区块链本身的时候，直接谈的就是这一块。由于线上有很多都属于刚刚入门的，甚至不知道区块链代表什么，那我简单用网上的一个段子来说明一下什么叫区块链，然后再谈到钱包本身。什么叫区块链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吧，一对恋爱中的男女，男生某天对女生说我爱你，然后女生就把这句话广泛的告知了父母、朋友、微信群等，同时呢还打赏小费，感谢大家帮忙记住和作证。这个小费呢就是我们对区块链的第一个认知，叫做代币，也叫 token。 男生说我爱你这句话，说话的时间和地点等各种信息打包了，
形成一个结构性的架构，结构化的信息包，这个就叫区块。而父母和朋友、微信群等节点就是一条链，就是区块链。如果有一天男生如果不承认说过这句话的话，女生翻出账本去对质，就叫区块链应用。所以今天在线上刚刚进到这个圈内的朋友，对区块链首先你得有个认知，有了认知以后，你才知道区块链它为什么会这么火，因为它里面有几个共点。第一个，刚才看到没有，它有广泛传播，通过互联网的广泛传播，它会达成一个共识。同时呢，它会有激励，有激励才有人去做事情，对吧？然后第三个，它形成一个不可篡改的一个区块，说篡改不可篡改可以，不可去中心化等等的一些特点。那这些跟钱包有什么关系呢？那钱包到底是什么一个概念？因为今天来讲呢，我们来谈谈钱包的时候呢，为什么这个时候进到钱包领域，了解区块链跟钱包有什么关系？今天的区块链的风口到底在哪里？如果在很早之前经历过了几波的浪潮，区块链的发展从07年到09年，从12年到10年到12年，从13年到15年，从16年到18年的上半年以及到1月份，都呈现出不同的机会的特点。早期的时候，如果我们进去的话，机会很大，那做 ICO 啊，去买币啊，都有可能会赚到大钱。但今天呢，为什么钱包是一个风口呢？尤其这次我去韩国回来以后，跟技术方见完面以后，我非常的感觉到整个技术团队非常的有智慧。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非常清楚知道，在2008年1月份以后，整个币市就进到了一个熊市里面来了。整个币价从去年的高点，从12月份的高点掉到了现在的比较低的一个点。那在这里面 Plus Token 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里面出来的。对于这钱包的出现呢，我觉得是一种必然，看似偶然，但事实是必然。这跟我们技术团队有很大的关系。Plus Token 的钱包，它的研发是在区块链风口很火爆的时候，由三星和谷歌的技术团队，他们在15年和18年之间，当时整个全球都处于数字资产最火爆的时候，他们通过市值管理的手段，包括搬砖套利等个手段，赚取了几万枚比特币。各位所有今天刚刚来了解的朋友，我再重申一下， Plus Token 的技术团队，韩国技术团队在15年和18年，在整个数字货币最处于火爆的前半场里面赚了几万枚比特币。也就是说，这个技术团队在过去的3年内，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市值管理和搬砖套利的经验。他不是脑袋一热就开始去做这个钱包的，市值管理的这种的经验，丰富的经验，他们可以预测到币市有可能进到下一个熊市里面去。在下一个熊市的时候呢，那么什么才是最佳的投资入口呢？那当然就是钱包了。如果币市继续呈一个上升的趋势的话，各位想想，大部分人是不会把资产放到钱包里面去的，绝对会把资产放在交易所进行炒币的，对吗？只有在熊市的时候，由于高位买进的人不舍得割肉离场，就只能握在手里面。握在手里面呢，你放在交易所不安全，放在其他地方没把握，唯一的就是要找到一个安全的钱包去存储，以过这个熊市。因为实在不忍心在
低位抛出，那就是真正的损失，对不对？所以 Plus Token 的整个技术团队瞄准了这个时机，在去年的2月份开始进行私募，2月份开始进行全球的一个私募，总共私募15000个以太坊，然后中国区呢只募了1000个以太坊。其实募的资金量不是特别大，但要求的就是一个号只能注册一个。当然之前我听到一个喜马拉雅上面有个讲到，你怎么知道他只是一个人注册一个呢？因为给我们资格的时候，我们可以人为的去选择一个人只能注册一个。当然机器上不可能确定你是一个人注册一个，对不对？因为区块链本来就是匿名的，但是从我们开始募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筛选出一个人募一个。因为我人群使用的人群并不要的是资金，因为区块链 Plus Token 钱包的技术团队本身已经赚到足够的钱了，他们之所以往钱包发展，除了看到趋势以外，更多的时候也是要保证自己赚来的资产的安全性。因为作为技术人员来讲，最大的毛病就是怀疑别的技术的安全性。那么我拥有技术，为什么不开发呢？对不对？所以 Plus Token 钱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说它既是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因为有3年的市值管理以及搬砖套利的经验，已经可以预测到下一波熊市的来临，或者经济在转型当中需要做的一个风口，所以就诞生了 Plus Token 的钱包。这是它的一个来由的焦点，这也解答了我目前市场上面觉得 Plus Token 仅仅是因为做盘子。你们看到没有， Plus Token 在整个行业当中是第一个以这种利润以这种方式来做推广的模式。因为他们的核心技术在于我能够掌控到财散人聚的这个观念。很多人在想，既然搬砖团队能赚那么多钱，为什么会跟别人分享出去呢？其实如果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对财富的管理是没有太多的观念的。这个世界上面要赚大钱，一定要有大量的资金，对吧？一定要管理太多的资金。在区块链里面，如果你管理100亿的投资资金和管理10个亿的投资资金和自有的资金投资是2个不同的概念的。所以能够我可以赚100亿甚至1000亿个10%，就可以拿个人资金去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已经分散出去了，对吗？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司很有钱了，为什么还要去融资的原因呢？所以这根本不叫问题，对吧？这就是钱包的由来。因为不仅仅是 Plus Token 的技术团队看到这个趋向，其实目前在全球的竞争的钱包大概有100多个，中国境内的这个钱包的开发也有20多个。我指的是跨公链的钱包，是真正的钱包，不是在那种模式下面去做的一个钱包。因为真正的钱包，首先第一件事情先解决安全存储的问题。那么回头看，现在无论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仿盘或者是一些钱包，它的钱包本身的首要的功能都没有。因为钱包顾名思义就是为了存储数字资产的，它里面也不是为了存储数字资产，它存储的它跟我们现实当中钱包是有区别的，是区别也非常大的。那么什么叫做钱包？钱包就是在钱包跟我们现实钱包有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我们区块链钱包存储的是数字资产，它管理的是数字资产的私钥和钱包地址以及公钥，它并不托管数字资产本身。因为无论你在里面存储比特币、以太坊或者其他的主流的数字货币，这些主流货币其实都是在区块链网络当中的，并不在钱包里面。钱包只是管好私钥，当你拥有这个私钥的时候，你未来都可以在区块链的网络去找寻到您的资产和使用它。因为这就是
这个区块链钱包跟现实钱包的区别。那说的简单一点点，今天的 Plus Token 钱包就是区块链的支付宝，就是区块链里面的支付宝。各位线上的所有的朋友，你们都有使用过支付宝吧？支付宝，当我们把钱存进去的时候，是不是挺安全的？但是是没有收益的，同意吗？但是如果你要想有收益的话，你是不是要转到哪里？转到余额宝才有收益。当你转到余额宝的时候，才会把你对这个资产的权益委托出去，对吧？也就是说，只要你把钱放在支付宝是安全的，但是你委托给余额宝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有可能承受起亏损或者盈利的风险，因为你的钱交给了天弘资金来打理，对吗？今天 Plus Token 也一样，当你把资产以太坊提到 Plus Token 钱包的时候，安全存储是它第一个要素，它的技术性以及它的整个的法律方面的安全性都已经确保你的资产不会受损。但是你又想获得收益的话，你要启动智能狗的搬砖。所以在这里面我就简单讲一下这钱包的应用。这钱包包含了4个功能比较大的功能。第一个就是安全存储，它可以把你存进去里面的比特币、以太坊、数字或资产都可以安全存储。第二个，它有支付的功能。今天如果在线上今天来了解这个 Plus Token 钱包了，你已经注册了，你会看到里面有个收付款的功能。收付款的功能未来会变得会越来越强大，这反映出了钱包的自有的本身的一个自带的一个好处。因为我们在现实当中的钱包收付款的功能啊，那在这里面 Plus Token 就做得非常极致。各位你们发现没有，假如在线上有些人是做生意人的话，您跟支付宝已经签约了，作为收付的一种手段。你们发现当你用户来到你这里购买东西的时候，他用支付宝付款的时候，其实你收到的是数字，支付宝收到的是现金，同意吗？然后支付宝公司会在7天以后才会给你做结算，也就是说你的钱会在蚂蚁金服的账上会停留7天，它可以拿去做协议贷款、投资或者借贷都可以，他赚了钱跟你没关系。而 Plus Token 呢，恰恰相反，当你选择收付款的时候，你直接收到的要么就是 Plus 币，要么就是比特币，要么以太坊，以及接下来增加的其他的数字产都可以马上收到，马上变成钱，这个区别就大了。你收到的实实在在的是现金，当然它在即时支付上面还是有点跟支付宝还有点距离，因为区块链里面有个特点，就是要打包区块需要花时间。比如说比特币需要打区块可能需要10分钟，甚至时间长一点点。如果你是即时支付的话，那就有可能会有点疑问，有点疑虑，因为你要等待钱到账才能拿东西，对吧？但是它在另外一方面做得非常好， Plus Token 在跨境支付上面做得非常好，因为2个小时左右肯定你付的款支付宝那个比特币、以太坊肯定能到账，这是它的第2个功能。第3个功能就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功能，就是这个钱包有一个智能狗的功能。这个智能狗相当于一个搬砖，每个月整个技术平台呢可以通过市值管理、高频交易以及对冲等等的经济手段、市值管理手段，包括搬砖在里面，可以赚到30%到60%的利润。那么他拿给委托人呢，分给委托人就6%到18%，这是他可以授权给委托人。就是说你相当于在支付宝里面，你把余额宝转到余额宝，然后余额宝也给你分润一样，只是没有像今天智能狗给的那么多而已。所以这是它一个很重要的功能。那么他赚了30%到60%，他只给了委托人6%、18%，那剩余那部分呢，就放在推广收益里面去了。这也就是区块链的特点。区块链是一个真正的共享经济的一个典范。在互联网的
共享经济，其实互联网是做不到的。互联网永远做到的就是平台的盈利，平台盈利，每个参与者有可能你都不得到你应该获利的那部分，但在区块链里面呢，每个人都是他的共建共享者。那这里也一样，那既然有30%到60%的意愿，那怎么分？就分给推广使用钱包的人。假如今天我黄老师使用这钱包觉得非常好，那我就分享给我的一个朋友也是李先生。李先生注册完钱包以后呢，他手上正好有一些比特币或者一些其他的数字资产，他就把它提到 Plus Token 钱包，启动智能狗搬砖。假如说他放了一个比特币进来搬砖，那么1个月之后，我们技术方给他6%、18%，那我们更好的计算，我们就给一个均数10%吧。比特币通过1个月的技术方的平台方的市值管理以后，它可以赚到10%的收益，也就是4000块钱，就一个比特币 0.1 个比特币。如果他赚到 0.1 个比特币的话，那就意味着李先生赚到 0.1 个比特币，我也赚到 0.1 个比特币，我可以赚取他搬砖收益的100%。那么李先生觉得这么好的事情应该跟朋友去分享，那么他也找到了张先生，张先生也使用的这个钱包也放了1个比特币进去，那么过程中他也会赚到 0.1 个比特币，对吗？那如果他赚到 0.1 个比特币的话，那么李先生就可以赚到 0.1 个比特币，那我呢，我就可以赚到 0.01 个比特币。也就是说我们从第2到第10，假如说我直接分享了10个以后，启动智能狗搬砖的，那么我就可以拿到从第2到10有的收益，搬砖收益的10%，这个算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在这里面很多人就谈到，说到这里的很多人会想到，这会不会涉嫌法律方面的问题？因为我在线上有人谈起这个问题，那今天在这里我正好也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我们没有涉嫌法律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所有的非法传销或者所谓的传销都是一定的门槛进来，同时以拉人头的数字来作为分享的，或以作为拉人头的数量来作为分享的获利的根本，对不对？那今天在 Plus Token 里面，你分不分享都不重要，也不是根据你拉的多少人来使用这钱包，或者是进来，因为钱包本身是免费注册的，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们没有碰到法律的人员，所以非常感谢 Plus Token 的整个法务部门对法律的规避是非常到位的。同时呢，在传销里面有一个叫做以一定的门槛进来，各位包括我们有没有涉嫌到9月4号的非法关于国家出台的一个非法融资的这个板块呢？我们也不存在。第一个，支付宝本身也不存在融资，对吧？当我们把钱放在钱包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些想法想获取收益的时候，我只是委托出去，那委托出去的时候就不会，是因为我们委托出去以后就不会形成或者是融资的，再加上我们没有碰到很现金，对吗？这里面呢，所以在法律规避上面我们不涉嫌非法集资以及非法融资方面的这个问题。因为在区块链里面呢，目前虽然没有法律，但有些人会套用到原有的法律。区块链的 token 不进行融资，只是在内部，今天的 Plus 只是在内部进行功能性的流通，它是合法的。因为根据中国那个17年9月4号关于代币融资的那个说，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其目的呢就是在禁止借区块链进行非法融资，而不是禁止发代币发 token。如果由于技术产生的代币或 token 不是用于融资活动，而是因为业务的功能，这就是合法的。所以今天我在线下跟朋友在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想到他 Plus Token 会不会涉嫌法律问题。我说今天真的去韩国方见完技术方以后，我们发现整个法务做得
非常规避。我们所有的币在 Plus 生态里面，它只是一个功能性的，因为我们赚来的利润是通过 Plus 来体现出来的，但这体现不是在里面体现，而是由您兑换成以太坊以后，到其他交易所上面进行变为法币的，这个通道一直非常通畅的。也就是说，它的变现的通道是在其他交易所上面变现的，也就是别的交易所肯定是合法的，对吗？所以各位 Plus Token 在法律上面的安全性是非常做到位的，也就是来讲，我们不会承担任何法律的风险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没有涉嫌到直销以及传销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分享的奖励是分享的是代币，是循环的。那 OK， 来我们谈一下这个钱包为什么现在是一个趋势哦。因为过去在17年到18年上半年以前，如果大部分来做钱包的基本上都死翘翘，那为什么现在钱包反而变成趋势呢？因为全球使用，全球新的购买数字资产的用户越来越多了。当一个人要进到区块链里面来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非常高频化的入口，因为你进到区块链里面，你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找到一个安全的钱包，才能真正去到区块链里面。而钱包本身它带有一些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钱包可以作为支付的入口。今天的 Plus Token 的用户已经达到了非常多的一个用户量以后，它可以在现实当中进行支付，它跟我们今天的支付宝现在移动支付一样。第二个，钱包因为积累了，它沉淀了很多的数字资产在里面，它可以成为一个资产管理的平台。如果用户达到几千万，那么 Plus Token 上 Plus Token 如果真的达到几千万的用户的时候，那沉淀在钱包里面的资产有可能超过几百亿美金的市值，就像今天 M Token 一样的。今天市场上面有一个最大的钱包叫 M Token 钱包，它管理的资产接近了400亿美金。那 Plus Token 呢现在是处于第3名。那么未来我们随着我们这个不断的发展，我们有可能也会成为全球第1名，这一切都有可能会发生的。当达到这样一个规模的时候，那么沉淀在里面的钱一定越来越多，那么就资产管理这方面就可以做很多的方面的开发，这是它第2个功能。第3个，钱包作为一个交易的入口，钱包是不是可以买卖数资产？因为也是刚过完年嘛，然后呢，所有人都知道3月份这个小齿轮的机制要变革，所以这阶段呢，基本上是没有入单的啊，各个市场都是停下来的。那么呢，这个小齿轮呢，从2000美金提高到3000美金，就相当于一个1.5倍的配送了。然后它的回购机制也进去了，那所以说呢，这个小齿轮的数据就大了，再加上近期的这个 MTR 的发展，让人们感觉这个 UK 呢还是有希望的。那么积分1和注册点慢慢的都会变成小齿轮，能够结合成交易所，尤其在本月份一定会交易所会上线。上线以后，我们就不需要把把我们的数字资产再转移到交易所进行交易，直接在钱包里面就可以完成交易。那对于很多小白用户来讲，通过钱包进行交易是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需求？这就钱包它有这样一个天然优势，这才是最关键的。那么还有一个，钱包在上面一定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公有链。如果它开发公有链出来的时候，各位，那么这条公有链就像今天我们的一个操作系统一样，大家都非常清楚，苹果啊、安卓都有操作系统。那在这条操作系统上面可以开发很多去中心化的 APP 的时候呢，这个价值是不是非常大，对吧？这是 Plus Token 里面的一个钱包的关键。所以今天呢，钱包我们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区块链。最关键是什么？以钱包为外在形式的去中心化的一个交易所，这样的钱包，我估算了它的估值至少超过上万亿的项目。所以 Plus Token 不是一个小的项目，是上万亿美元的项目。
那么谈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在线上的所有的朋友有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因为区块链已经是一个风口了，区块链是风口，而钱包就是风口的当中的中心。当然我个人认为，今天假如你有大量的资金要投资的话，区块链有几个板块是可以投资的，比如说你投资公有链的开发，你投资那个钱包，钱包是服务行业。说到这里的时候，为什么钱包是一个目前我们最好投资的一个渠道呢？各位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在美国有一个叫淘金的故事？就旧金山发现金矿的时候，很多人蜂拥而去挖金子，去淘金子。那在过程当中有一个年轻人也去了，但是他发现他没有淘到金子，而这过程中他观察到那些同样去淘金子的裤子磨得很快，他就想着能不能找到一些麻布做成裤子卖给这些来淘金的人呢？结果他马上把想法付诸行动，立刻行动，结果就诞生了一家百年企业，叫李维斯的牛仔裤企业，对吧？你发现没有，去淘金的去挖金矿的没发财，但是卖牛仔裤的送水卖水的发了财，卖工具的发了财。今天区块链也处于这种状态，当所有的人蜂拥而去进行发币，去投资私募币的时候，我们只做服务，我们就做钱包的服务。你不是有很多的币吗？那么你就把它搬到钱包里面来。尤其在这种资本寒冬的时候，都处于低迷的时候，历史真的证明现在是一个最好入市的机会，就是在这种令人下跌的令人害怕的这种坏的天气里面，坏的日子里面，才是投资最好的机会，对不对？我相信在线上已经有一部分人通过之前的分享，他们已经在币市很低的时候买进来了。各位，整个区块链到底有多大呢？比特币到底能涨多高呢？前天我刚看了一个资讯，是百度的前期的投资人在预测，接下来比特币在2025年之后会涨到22万美金一枚，25万美金一枚，整个币市在15年之后15年之后将会达到80万亿美元。现在的整个币市才是2000多亿美金，有400倍的增长。那么在目前在全世界玩币的人当中，总共有4000多万人，中国现在大概是500万人左右。这次韩国呢得到了最新的数据，目前韩国玩币的人超过了800万。各位，中国的前景有多大？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身边朋友经常会说一句 Plus Token 不要错过什么。各位，你没有错过任何跟 Plus Token 有关的事情，因为你还没有真正开始投入进来。Plus Token 做的是一个商业的一个去中心化的平台。今天的 Plus Token 这次在韩国以后特别有信心，因为我们见到了项目方，因为 Plus Token 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申请了新加坡的基金牌照和其他国家的银行和基金数字货币的牌照。现在 Plus Token 已经成功成为了全球用户量排名前3的数字资产钱包，这个过程当中仅仅用了不到5个月的时间。我们真正的 Plus Token 的 APP 上线是5月1号，各位，这过程中我们也打脸了很多曾经想要看笑话的人，觉得这个钱包走不过3个月，结果已经接近5个月，而且还走得比他想象当中的还要远。Plus Token 的用户已经遍布了全球30多个国家，因为这次去参加济州岛技术交流大会上面的来了20多个国家社区代表和创始人，然后有30多个国家开始运营，而且每个社区都运营的非常的成功。因为真的回头看的时候，您发现世界上每一个成功它都不会是偶然发生的，
今天的成绩真的主要得益于 Plus Token 的整个团队核心成员，因为有在三星公司的这种历练，有一种国际化的团队和经验，使得 Plus Token 从一诞生那天开始就已经从产品的体验度、技术的流畅度、数据安全性都做了布局和防范。同时在市场推广上面呢，都奠定了，由于它之前有熟悉的伙伴关系，所以能发展的非常非常快。因为这是一个有国际视野的团队在运营的。我们看到整个联合创始人 Level 和那个金钟仁，那么 Plus Token 除了得到我们的认同以外，也得到华尔街以及这种创客资本的认同。他已经跟硅谷创客资本、兆盛、道斯资本还有一道等投资机构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各位说到这里的时候，在线上呢，我们刚刚来了解 Plus Token 的钱包的人，各位一定要非常清晰知道，如果一个专业的投资机构愿意投资你，就意味他们已经做好了更好的风控。我们今天在线上所有没有了解的，你所担心的问题，他们早就考虑过了，因为他们代表着他们背后的大量的资金，对吧？大量的玩家，因为他们的钱也真的是钱，不仅仅是我们的钱是钱，对吧？所以这一件事上就已经说明了 Plus Token 真的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已经得前景非常大。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快速的知道，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今天在线上很多人都听说过 Plus Token， 其实知道和相信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而真正的相信和真正的认知就是你去真正的去相信。那在技术安全方面来讲，我之前也讲过，你所有的担心我们都有在担心。假如你真的担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作为老玩家，刚才我已经讲到 Plus Token 钱包托管的是你的私钥和钱包地址，不是数字资产。你的数字资产，你的所有的数字资产都是在区块链上面的。如果你担心的话，就当你启动智能狗的那一瞬间，你会看到一个转账记录，你的比特币或者以太坊会转到下一个钱包，下一个钱包就是 Plus Token 的技术管理方、技术的团队的钱包。如果这过程中 APP 关掉了或者出了法律上面的问题，你都可以凭这个钱包地址去追溯你的资产，去追讨你的资产。因为 Plus Token 现在已经拿到了美国的基金牌照，也就说明它有一个官方的身份，它也拿到新加坡的基金牌照，它拿的不是柬埔寨，也不是其他的小国家的牌照。因为新加坡和美国在区块链数字货币资产方面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也非常有成熟的法律体系。这一点上面已经确保了我们从法理上面的安全。那从商业逻辑来讲， Plus Token 它有多个渠道的盈利空间，它可以什么都不做，它可以当我们在使用钱包的时候，它可以赚取矿工费。接下来本月份会上线交易所的时候，它有交易手续费的盈利，它有矿机的销售的盈利。因为随着使用 Plus Token 的钱包，整个平台的 Plus 币也会升值空间越来越大。因为 Plus 币作为它平台的母币，它可以作为结算的手段，也可以作为交易手续费的结算手段，它有应用的场景，它是真正有价值的一个币。所以你们会看到 Plus Token 从私募开始， Plus 币从私募到现在已经增长了接近30倍。那对于这一点来说，觉得已经高了吗？其实不高，才是真正开始。所以今天跟大家在线上聊了那么多，其实最重要的就讲到回头总结一下 Plus Token 从技术方面，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安全性比较高的钱包，它只是托管你的私钥，它最终终极目标是要做去中心化的钱包，它托管你的私钥和钱包地址，你的资产都可以在链上查询。第二个，从它业的逻辑来讲，它一直处于非常盈利的平台，它没有产生泡沫，它是拿赚来的钱来分给大家的，它不产生泡沫。第三个，整个技术团队的延伸和背景，各位你们知道 Level 的背景是前阿尔法狗算法的研究员，同时也是前欧洲数字
数字货币交易所的首席战略官，由其可见 Plus Token 整个技术背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金融运营团队。这是一个高端金融的玩法，它不跟我们市面上很多那些资金盘、传销币以及仿盘所出发心和思维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真正的理财高端金融的项目，可确保非常安全。所以今天能够有幸接触到 Plus Token， 我觉得是你真的中可能真的有些福报，因为能看懂它。知道和相信，知道和了解是两码事。我知道今天在线上所有的朋友，那么有些老朋友已经开始在使用了，并且有所收益了。那未来 Plus P 能涨多高，其实不在于技术方决定，也不在于那个市场决定，而在于我们今天在线上所有的人的达成的共识，就像比特币一样的。比特币是全球达成共识的一个货币系统，由于全球都认为它值钱，它都值钱了。今天 Plus 也处于这种境地。我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断的传播正确的资产管理的知识，然后帮助大家做一些正确的理财和投资，这样子对于我们来讲才是真正的未来走得更远的道路。因为那么在未来我相信我们一定走得更远。Plus Token 有一句口话叫做 Plus Token 100，别墅看海 Plus 1000，地球绕圈。我相信这句话一定成为真正的时尚，也真正带给我们今天能够坚守在 Plus Token 里面，并且相信这种价值投资的人一定有更好的回报。那关于这件事情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也希望今天所有分享的内容能够大家有帮助。因为无论是从钱包的安全以及法律法规方面，我都已经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如果这过程有什么疑问，到时候我们再做下一步的交流。谢谢大家今晚的聆听，谢谢。